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的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特最近呢，他说川普政府有信心能够在最高法院赢得关税案。如果这个案子他们获胜的话呢，就会替川普承诺的每个人$2000啊，折合台币是62000块钱啊，这个关税红利的支票来铺路。但是另一方面也听到彭博的报道说，美国商务部跟美国贸易代表署也在研究 Plan B。这个 B 计划方案呢，是包括了贸易法第301条跟第122条，授权川普可以片面实施关税，但是风险在于它的程序会比较慢，而且范围比较有限。现在看到同步进行的有 Plan A， 法律战如果赢了就大发人民红包，那如果是打输了官司呢，就改 Plan B 哈。虽然说看起来比较弱势啦，但是我们从法院的角度来看的话，最高法院现在就是依法论法，如果做出判决，可是他们不能够去制定美国的经济政策啊，所以这件事情接下来大家也在关注。川普当然也很知道，所以他的团队已经想好了 Plan B 了。老师怎么看？我想当然卢克尼克有信心，但是美国的民众应该都没有信心。你去看看最近的，包括美国的那个赌盘。你去看两个嘛，赌盘来讲的话，不管是 Polymarket 还是 Cash， 都认为川普会输上这场关税的，都高达75%以上，几率这么高，7成以上。就是在辩论以前是高达6成，辩论以后大概是7成。连美国那个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 的，严格讲都反对，所以9席的大法官，你可以看到，本来有6席是属于共和党任命，一般会比较认为说比较保守的嘛，那另外有3席是比较自由派的嘛，可是保守跟自由，他们是在美国很多，譬如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同婚的议题、堕胎的议题，这些社会重大议题上是有，可是对一个总统，竟然针对有关于国家紧急状态能不能扣征关税这个问题，是不分保守跟不分所谓的自由派都有不同看法的。所以第一个，那当然川普就用几个理由嘛。第一个，川普当然第一个先恫吓是什么？他认为说，如果最高法院判决这个是违宪的话，那可能这个政府他要损失了$2兆，因为他是吹牛嘛，就$2兆，动摇国本啊。对，会动摇国本嘛。那卢克尼克当然现在是用利诱嘛，就利诱用民意利诱，就大家可以领多少钱嘛。那就要看美国3权分立的国家，这些9席的大法官会不会受到川普的威胁，会不会受到卢克尼克的利诱？我看这个几率大概是并不高的啦。好，这第一个。对。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当然他一定要做好所谓另外一个准备嘛。好，这 Plan B，Plan B 主要是有3个方式嘛。第一个来讲就是232条款，就是国家安全条款。那这个条款其实涉及的面向很广泛。我们跟大家讲，从木材到钢铝，到汽车，到半导体，到晶片，乃至于到制药业都可以在里面的。好，就232国家紧急条款，它是可以严格属于总统的行政裁量权的。那第二个你所讲的是301，那301也是总统可以进行报复的，但301第一个他要进行所谓要调查，好，所以要进行调查。那第3个来讲的话，就是122条款是从来都没有实施过的，也授权总统可以最高调到15%的关税，但是他实施只能150天，要不然你就要取消重新嘛。所以301也好，或者有关于122也好，基本上是限缩的总统权力，没办法像让川普这样子对等关税，随着他心情的起伏决定。我就举一个例子，巴西跟美国，巴西是贸易逆差国家，结果巴西的关税本来扣10%。但是由于什么？由于巴西的总统起诉了前任总统波索纳洛，所以川普一不爽，把它扣到50%。对，好，那后来呢？一看你扣50%，结果美国的咖啡涨了40%，美国的农产品涨很多，所以又马上降到10%的。所以你看看，从10%到50%，完全可以随着川普一句话跟个人的好恶，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民主国家的所谓的国会或者说大法官可以同意说，原来国家紧急状态可以一下子到50%，一下子到10%，这些都是国家紧急状态，那这个有点荒谬了嘛。所以我们是认为说，但是美国大概我们想说，大家也很担忧，一旦是被判违宪的，好，严格讲，川普是不会死刑嘛。那这不会死刑会造就什么？会造就包括美国里面的包括财政赤字的问题，乃至于包括通膨固然会减缩，但是有关于美债的问题，那这些东西都会引发新一波的资本社会的一些动荡跟不安嘛。所以说变成说，关税案如果被判决它仍然是有效的、合法的，那这是一种情况。关税案被判违宪的，我想说，全世界很多的资本市场跟美债跟美元方面，可能要重新再进一波的所谓震荡跟洗礼嘛。所以你看，川普政府现在就是软硬兼施哈，就是对人民也是实施这个
红萝卜跟棒子，要么是动摇国本，要么呢就是好一点，我们就发大红包。好，那说到了红包呢，其实呢，最近这个是购物季节哈，因为到了年底哈，不管是感恩节也好，还有这个圣诞节。不过呢，在感恩节之后哈，这个是11月28号是黑色星期五啊 ，Black Friday。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美国这边，包括了 Amazon、还有 Walmart、还有像是 Target 这些热门的零售商，其实在 Black Friday 之前就已经宣布提前进行折扣优惠，还有大促销。线上借贷平台Lantry 呢，他们做出了最新的预测。说关税将使得消费者还有零售商的假期总成本增加高达406亿美元，平均每一位购物者要得花多这个132美元，将近是4000块钱台币啊。那对照来看呢，其实不管是美国还有到中国大陆最近呢，双11大家也在看说这个购物的成绩如何。去年其实很不错，就是双11呢，去年是人民币1.44兆元创新高，但今年没有比去年好。所以今年是稍微进到了一个气氛比较冷淡的局面。可是美国这边呢，虽然看起来是旺季，好像也是旺季不旺，是这样子吗？怎么样看待这一波零售商跟电商之间的彼此竞争拉扯？要先从这个美国的关税对这个货物价格的影响来谈起，因为关税的这个效应对美国消费者所付的钱多还是少，那显然是会增加，但是过去一直没有很明显的价格的反应。是因为过去美国的这个进口商都已经囤货了，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感受。但是呢，囤货都卖完了以后，现在关税效应快要出来了，所以你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上个月突然对美国200-300种的民生的用品的价格，他的关税把它降低了。对，诚如刚刚5月老师讲，巴西是美国最大的咖啡供应商还有它的这个柳橙汁都是来自于巴西，你还面对现实、对，本来50%关税立刻降为10% 的关税，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讲到这个零售呢，跟这个电商啊，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战场，因为我们知道实体店是强调体验跟它即时性，那电商讲究它的便利跟这个价格优势，所以美国的那个 Walmart 还有 Target 呢，他们都说线上订购、线下取货，或线上订购、路边取货，所以路边可能到一个定点去取货，或者来我这店里取货这都有可能。所以他们现在利用这样的一个优势，希望跟像 Amazon 这样的这个线上的这个巨头电商巨头来做个竞争。对，那也所以就会讲成这种所谓的价格战。但是实体电商还是有它的一些优势，因为你可以实际去体验，然后你能够马上买，这基金确实没有。就像你在线上订哈利波特产品，跟你实际上去哈利波特的这个实体店那个买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的美国的这个实体跟电子商务的这个竞争已经走向如何在虚实都要整合，虚跟实要整合，这是一个主流战场。你如何在电子商务里面利用你的优势？你的优势就是怎么样？你可以分析你的来客的这个消费能力，他累积的这个实力你提出你的折扣优惠。尤其他们现在最喜欢用一个限时特惠，像那个星巴克这个杀手，我们的瑞幸咖啡他就经常用这个限时特惠你在下午5点以前来跟我买这个咖啡，平常要5.95元，现在只要3.29，这个蛮有吸引力的。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它瑞幸咖啡就是用这个在中国大陆把星巴克打得一败涂地，所以这个限时优惠是零售商目前最喜欢推出的一个策略所以这个实体跟这个电子商务如何在这一波能够扩大它的这个消费者的优势，消费能力，这是绝对是他们一个主战场。对，而且这个消费者的行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其实随着这个实体电商跟虚拟电商的互相的竞争，其实还是得看最后买家他们的决定是如何。不过对于美国很多民众来讲，现在恐怕买东西可能要放在其次，因为连电费都缴不出来因为国家能源援助主任协会他们的数据显示说，今年1月以来，全美电费呢平均上涨了11%，很多人呢就付不起电费，拖欠电费，然后呢遭到了断电。到10月为止的州政府数据显示，像宾州举例来说，宾州今年断电户增加了21%，有27万多户的家庭是断电，无电可用。电力公司呢，为了要因应大量新建资料中心，因为 data center 的需求而进行电网升级，所以呢，光是宾州平均的电费也比去年同期要上涨13%，电会越来越贵。就台湾将来也可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那
但是半导体制造现在川普就是要把它拉回到美国，所以黄老师怎么看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半导体非常吃电哈，但你到底要多大的这个电力的缺口啊？哦，这个问题真的蛮有趣的。就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说，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其实都把能源视为一个需要找到一个属于能源的圣杯嘛。就很明显这边看这个缺点，对，是那不止半导体啊，他们要做一堆的算力中心、AI 中心、AI factory， 这都是吃电怪兽了。那其实半导体制造到底要用多少电这个事情，我觉得临时这样我们来做数据是有点难，但我可以简单我们来用费米估计的方式，我们简单来推算一下哦。那原则上，如果我们从定义上来说，一个 mega lab， 一个 mega fab， 它大概每月的产量定义大概是3万到5万片10万片的这个晶圆，那我们就抓一个中间值，大概5万左右。那要支持这个 scale 的话，我们稍微抓一下，可能我们如果以先进制程为例，可能我们抓个50台 EUV 一个大约的基本架构。那当然里面还包含什么？你可能今天要做 patterning， 你还是需要用到 ALD， 用到 PVD， 用到 RIE， 用到 ion implantation， 非常非常多的设备。那我们就假设 EUV 占全部耗电里面的40%。那今天以艾斯摩尔的EUV， 如果我们就不去做优化的情况下，它每台的功率大概是1个 megawatt。那稍微去推算一下，那我把它加动力拉到24小时，我全部自动化。那我拉到1整年的，包含整个产量产能的话，那再乘上时间，那1整年它可能耗电量会接近到3到100亿度的电，接近到数十亿到100亿度的电。那到100亿度的电的话，我们换算下来大概，如果我没有记错，可能接近一个中小型城市，大概50万人到100万人这个规模。哇，50万人到100。这个我台湾地理我不太好，不知道大概哪个城市，但这个规模就是光是半导体一个 fab 厂，一个 mega fab 大概就要永和加中和就吃掉永和加中和，但是它是1年的用电量，就相当于永和加中和的平均用户用电量，我不确定这个精不精确，所以也别骂我，我们大概估算一下，大概就可能是这么可怕。所以听老师这样稍微还不是精算哦，稍微粗估的算了一下，其实我刚刚特别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台湾现在不用核电了，那未来如果我们要发展算力，要发展资料中心，辉达还要来，我们的电够用吗？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